南方的天气和水土都和北方大不相同，因此南方人储存食物的方法以及他们所迷恋的滋味，也和北方迥然相异。腊味是南方人在入冬后传统的必备美食。制造腊味的初衷，是为了能在南方的湿热天气里，更好地储存那些容易腐败变质的新鲜肉类。如今，腊味既能成为家常小菜，也能登大雅之堂。煲仔饭是腊味最经典的吃法之一。烹制煲仔饭是一项复杂而辛苦的工作，厨师必须严格掌握火候，才能做出恰到好处的煲仔饭。正宗的煲仔饭最好是用收获后3至9个月的半新米，还必须用瓦煲来做盛器。生米煮猛火烧，煲熟后再转到炭炉上慢慢烘，让藏在腊味里的肉汁完全渗入米饭。温暖香糯的煲仔饭，一直是最适合冬天的美味。阿天和家人一起经营着自家的腊味店，每天早上他都是店里最忙碌的人。做这份工作，他已经有了10年的经验。和兴腊味家有着60年的历史。如今，阿天和他的父亲大伯一起打理照料店里的一切。南安腊鸭是老一辈香港人几乎都会垂涎的美味，肥润甘香，骨脆肉嫩，是制作丽玉腊鸭煲的上好食材。每到秋冬，阿天家的腊味店简直就是一座腊味大观园，而这里最出名的要数店里自制的腊肠。为了控制品质，老店的工厂一直设在离店铺不太远的香港岛内。在工厂里，制作腊肠依然沿用传统的全手工制作。制腊肠的肠衣要存放1年才能使用。灌成腊肠之后，还要用钉耙刺破肠衣，挤走多余的空气。用水草绳和麻绳将灌肠分小段分扎。只有经验丰富的老工人才能把这道工艺做得整齐美观。从前，腊肠制成后都要放在太阳下晒干，然后储藏。现在因为天气比以往潮湿，腊肠难以自然干透，所以几乎全部都要在工厂里烘焙制作。1周之后，迷人的咸香之味就會彌漫着整個工廠。咁就其實因為香港係太多好多嘅各個國家嘅食物都會可以喺香港度食到，但係佢哋都會有份情意結，就係臘味係其實工場嘅師傅或者其他嘅同事都會係好繁忙同埋。夏天最尾嗰段時間都係屬於熱嘅天氣嚟嘅。咁變咗仲會更加係會辛苦啲咯。好多而家嘅年青人咁樣啦，都唔係話太中意做啲好辛苦嘅工作，花多啲心機
去認識下你自己做嘅嘢，你有冇花心機去認識你自己做嘅嘢呢？有冇去嘗試去花多啲嘅心力去做嘢裏邊獲得更大嘅成功感？我阿爺到我大伯同我爸爸都有份經歷嘅一個行業，咁亦都令我更加會係有動力去繼續做落去。中國的味覺史就這樣在辣味中延續，而在遠離香港鬧市的內地山區，你可以領略到更加古老、更為原始的味道。湘西位於中國東西結合部，這裡山川險峻，交通閉塞。我们苗家的饮食是传女不传男的，我这一整套饮食的话，全部都是我妈妈传给我的。龙毅出生在这个偏僻的山村，从小就渴望走出大山。农历8月，稻田里的荷花开了，又到了苗族人制作腌鱼的传统时节。龙毅的哥哥正在制作烟筒。就是做腌鱼的话呢，它必须要选荷花鱼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就是什么呢？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筒子。烟筒的主材料是质地坚硬的杉木，它的制作非常讲究，必须选用竹篾箍紧，以防食盐的腐蚀。荷花鱼就是农家在稻田里放养的鲤鱼，因鱼喜欢吃飘落在水面上的荷花而得名。那个时候是最舒服的，不管男孩子女孩子都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快乐的事就是我妈妈每年呢，就是有这个荷花鱼的时候，我妈妈每年都要做蒸鱼吃，热气腾腾的，一人一条，就拿着这么咬。制作腌鱼，首先要将糯米炒熟。这是必不可少的调味料之一。新鲜的上好的这红辣椒，就刚从地里面摘的。这个黑生姜，因为生姜它去腥。还有山赖。木姜子是必须要的，木姜子一般都是到山上采的。还有就是盐。把这扯进来吧。我们苗家叫荷花鱼，然后那荷花的话它含糖，营养成分也很好，然后的话那个鱼就长得很快，而且它的肉质啊特别的鲜美，吃起来很甜。将鱼层层重叠压紧，再压上重石，1个月以后即可开桶食用。我们都是最喜欢坐摩托车，因为坐摩托车相对我们以前没有公路的时候来说啊，那是特别好的享受了。
读书的时候啊，虽然读得很苦，但是自己呢知道很努力，一定要走出去。就说我现在苦几年，以后我可能就幸福很久。烟鱼跟腊肉啊，在我们整个我读书期间的话呢，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我妈妈他们就是给我们用那个玻璃瓶子啊，炒好大一瓶，全是烟鱼。有时候就是烟鱼里面放那个黄豆啊，或者是腊肉里面炒萝卜条呀，这样子带着走。湘西冬日高寒，每到冬季来临之前，村子里家家户户都要熏制腊肉，非常均匀的切成一块一块的，要把它抹上盐，用苗家自己酿的米酒把那个盐溶掉。湘西木材丰富，熏烤腊肉的燃料以硬木为佳，如茶树和杨梅树。熏烤时要把腊制好的肉挂在取暖做饭的火塘之上，还不断地将松果、茶壳、橘皮等放入火塘，这样熏烤出来的腊肉就会带着茶果的香味。储藏腊肉的最佳地点就是谷仓的稻谷堆里，这里既避光又干燥。腊肉食用前要先用炭火烧皮，然后用淘米水洗净。将腊肉和萝卜干一起炒，是苗家最常见的食用方法之一。烟鱼的话，吃饭很多，文火、油煎，必须要火小。对淳朴的苗家人来说，烟鱼腊肉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且是被保存在岁月之中的生活和记忆。一般是我们要赶课的话，就是早上3、4点钟就要起来，我妈妈就早上就3、4点钟之后就开始送我啊，就送了几个坡以后，那个天鱼肚白的时候啊，她就跟我说，她说，满女啊，你走啊，你自己走了，现在天快亮了，你就自己走吧，这个天是越走越亮的，我要回家做事去了。然后我仗着胆子走。腊肉和烟鱼曾经陪伴着苗族少女走出一片新的天地。另一道代表菜刀板香，鲜肉腌制后省去了烟熏的程序，切片，把它放在上等的香樟木板上，耐心地等待樟木板慢慢吸走咸肉的油腻，既保持肉的咸鲜，又油而不腻，这才是真正的刀板留香。在今天的黄山地区，农家后院里依然晾晒着火腿和咸肉。在叶师傅看来，家乡的农家火腿是世上最美味的火腿。当然，他也一定知道，在距古徽州不远的浙江金华，有一种更加著名的火腿，肌红脂白，香气浓郁，滋味鲜美。金华火腿通常被细分为5个部分，上方是肉质最好的部位，江浙传统名菜蜜汁火方中的火方，指的就是金华火腿的上方。这道菜费工、费料、费时间。咸香的火腿浇上事先烧酥的蜜汁，咸甜交织，回味无穷。
中方通常可以切丝，与蹄筋、海参搭配，成为传统宴席当中的高档火腿菜。火筒、火爪和滴油可以用来炖汤，用金华火腿调出来的汤，构成了一切江浙菜乃至传统粤菜的底味。火腿的传统制作工艺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金华四面环山，为火腿的腌制提供了天造之力。因此，也有人推论，徽菜里的刀板香是金华火腿的雏形。但也有民间传说认为，金华火腿起源于1000年前的宋代，曾经是抗击外族入侵时的一种军粮。今天的火腿工厂已经引进了现代化的生产设备，与欧洲合作生产具有中式和西式混合风味的火腿新品种。每条猪腿原料都要经过按摩处理，以保证它在后续过程中充分呼吸和发酵。上盐过程中，通过控温和控湿，在确保猪腿吸收恰到好处的盐量的同时，也降低了盐的含量，以适应金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长达30个月以上的窖藏发酵之后，在酶的作用下，最终制造出最浓郁的异香。火腿菜在传统的基础上也进行了改良，低盐火腿被切成薄片精细加工，更加符合健康的饮食潮流。可以生食的火腿新品种，让传统的食客可以领略到异域风情。金华火腿正在与金华这座小城一起，在时代中演变、迈进。